你可能每天都在扫二维码，比如说付款、加好友、点餐、领优惠券等等。那么这个小小的黑白色方块是怎么装得下那么多信息的？今天我们就来对它进行解析，看看它到底是如何工作的。比如，为什么二维码一定要有那3个回字形的大方块？少一个行不行？它又是怎么做到就算被弄脏或者部分遮挡也能够扫描得出来？今天我们就从最基础的原理开始讲起，看懂二维码。首先我们大概先了解一下什么是二维码。二维码其实分很多种，比如说 QR code、PDF417、汉信码等等。我们平时最经常使用的就是 QR code，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就是 QR code。 这是一张 QR code 的二维码，它是由一个一个的小方块构成的，其中黑色表示1，白色表示0。这样的话可以方便使用二进制来表示数据。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它的基本区域。首先我们一眼就能看到的左上角、左下角、右上角这3个大的回字形叫做位置探测区域，它可以用来帮助设备理解二维码的位置、方向和大小。然后将位置探测区域围起来的固定宽度为1的白色的围栏，它就是位置探测图形分隔符，是用于将位置探测图形和其他的区域进行分隔开来。然后在分隔符的外层存放的是一些格式化的数据和版本信息，比如说它会存放二维码的版本。二维码的版本总共有40个版本，从1到41，版本越大数据量也就越大。比如41，它就表示一个177乘177的正方形。这儿还有2根黑白相间的长条，每一根的头和尾都是黑色的，这个是主要用来协助机器进行扫描的。中间还有很多小的回字，它是一个校正图形，用于校正不同版本位置和数量都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其余的地方，这些最大的区域就是编码区，它会存放真正的数据。下面我们重点介绍占比最大的2块区域，位置探测区域和编码区。我们先讲位置探测区域，在左上角、左下角、右上角这3个区域分别有一个回字形，由它们来共同确定二维码的位置、方向和大小。那么为什么要3个呢？首先我们先讲一个够吗？一个肯定不够，因为只有一个点，无法确定方向和大小。那么2个呢？假设我们现在二维码只有 A 和 B 2个定位图形，那么如果二维码是正的，扫描仪就会识别出来 A 和 B， 如果二维码是反的，扫描仪就会识别出来 D 和 C。 但是这样的话是无法确定哪个角是左上角，从而进行解码。同时我们通常会以一个角度来拍摄二维码，而不是正对着它。这种倾斜会导致二维码在二维图像上看起来是一个梯形，而不是正方形，所以会存在一个失真的情况。但是3个点就不会，因为在几何学中，3个不共线的点可以唯一的确定一个平面。通过这个唯一的平面，我们就可以计算得出倾斜的角度，从而将梯形进行矫正，得到原始的正方形。至于为啥不会用4个，是因为刚才说的3个就已经足够了，用4个就显得多余了。这也解释了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二维码3个回字当中任意一个被完全的遮挡，其实它都是无法识别的。不信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，看看能不能识别。接下来我们就讲最大的区域，编码区。编码区的数据其实分为2种，数据码和纠错码。我们先讲数据码是如何生成的。我们以最简单的字符串为例，假设字符串是 Hello。 首先它会根据数据类型来确定一个编码方式。二维码它支持如下几种，一个是数字编码，是0到9的数字；一个是字符编码，0到9的数字和大写字母以及一些符号；然后是字节编码，这个是 ISO 8859-1这里面对应的字符编码；然后是双字节编码，这个是可以适用于中文编码的；然后是剩余的就是特殊字符集混合编码以及特殊编码。我们这个字符串是 Hello， 只有大写字母，所以使用的是第2个字符编码。字符编码它会有一个索引表，规定每个字符对应的那个编码是多少。然后找到这个索引表之后，我们会将每2个字符分为一组，然后按照这个公式来计算一个 value 值，将计算得到的 value 值转化为11位的二进制。这个地方如果不足11位会进行补零操作，如果最后一位只有一个字符的话，会用6位的二进制来表示，不足的话也会进行补零。这样所有的二进制表示就可以得到一个长串，然后我们对这个长串还进行加工。最前面需要加上一个字符编码格式，对于我们当前的这个编码格式是字符源码，所以是0010，然后再加上一个字符的个数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字符个数是5，所以加它的二进制表示101，然后同时还需要补零，所以得到这个00101，然后才是我们刚才算出的那一个长串。这个二进制表示得到的总的位数不是8的倍数，还进行补位，这样的话就得到了一个数据码。但是光有数据码是不够的，我们在平时扫码的时候，如果二维码有小部分的破损，也能扫描出来，或者有些二维码中间是带有图案的，比如微信的这种，那么这个又是怎么实现的呢？在这里面就要提到纠错码。
在说纠错码之前，我们先提一个概念：纠错等级。纠错等级总共分为4级 ：L、M、Q、H。纠错等级越高，恢复能力越强。比如说这个最高的 H， 这个30%指的就是如果有30%的数据被损坏了，仍然可以被修正过来。那么这个纠错是怎么实现的呢？纠错码使用了一个算法叫里德所罗门纠错算法。这个算法的核心思想就是把数据看成一个多项式，在进行编码的时候，之前的数据块看成多项式的系数，通过数学运算得到一个新的更高次的多项式，再根据这个多项式求值，会得到一系列的校验码和冗余码，最终这些数据和原始数据会被一起来进行编码。当解码器进行解码的时候，即使部分数据被破坏，解码器还可以根据剩余的正确数据完整的重建原始的多项式，从而恢复所有的信息。这个算法不仅在二维码当中存在，在其他一些地方也都有使用。比如说固态硬盘的纠错，固态硬盘中的闪存单元会随着读写次数的增加而退化，导致数据错误，这个算法就可以用来纠正并检测这些错误。还有一个，比如说卫星通信的纠错，卫星信号在传输的过程当中会受到大气层、电磁层的影响，这个算法就可以对抗这些突发的错误，来修正原始的数据。在得到纠错码之后，我们会将纠错码和数据码交替放在一起，形成一个最终编码。当然，这个最终编码的填充也遵循一定的规则。整体的填充规则就是我们填充先从最右下角区域开始，然后往上填充。当填充到达顶部的时候，则会先向左，然后进行一个反向的填充。比如说之前是上，那么现在就是下，然后如此的循环往复，一直到填充的结束。在这个填充的过程当中，如果遇到了非数据块，则直接跳过，并且填充的时候也是遵循0是白色，1是黑色。但是这可能还会导致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某个区域出现连续的0或者1，就会导致出现大面积的空白或者黑块，这样会让扫描变得十分困难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需要加上一个掩码。二维码提供了8种的掩码方案，每次会根据特定的计算规则得到想要使用的掩码图案，再和之前的图案进行一次异或操作，从而使黑白分布更加均匀。经过以上这些操作，最终一张二维码图片就被生成出来了。当我们去扫描这些二维码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一个解码的过程，得到原始信息，比如 hello 这个字符串。解码的过程其实可以理解为是刚才编码过程的一个例项。我们首先会根据定位图形定位出二维码，然后拿到版本信息、格式化信息这些。因为二维码当中包含掩码，所以还需要将掩码去掉，然后再根据纠错码和数据码还原出原始的信息，比如说 hello 这个字符串。得到这些原始的信息之后，我们的应用程序就会根据这个原始的信息来进行一些对应的操作，比如说跳转网页，打开对应的。这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本期的分享对你有用的话，别忘记点赞订阅哦。